周少天最近可是发达了，当上了荣达的总经理，这不没过2天钱就还上了。所以你确定周少天最近是没有来你这里借过任何钱？确定，这个事儿我是不会记错的。之前逼着他还钱，您不是还跟我一起合演了一出苦肉计吗？你不是一直怀疑少天哥拿走了那笔钱？那为什么还要查他借没借钱啊？你先别着急，你把钱老板刚才说的话记录下来，然后给钱老板签个字。这么做为什么？照做就是了。哦，钱老板，麻烦你，如果周少天之后来找你借钱的话，请你马上通知我，或者是吴小姐。好的，您放心，一定。谢谢。你们稍等。江宇，我们今天忙活了一整天，还搭上了陈叔叔。你能告诉我你到底在干嘛吗？你只需要记住今天的结果，所有的钱庄都没有借过钱给周少天。你还是怀疑少天哥拿了玲珑那笔钱是吗？就让事实说明一切吧。各位乡邻，今天我老张受房主委托，拍卖位于咱们湖州城鹧鸪溪畔的吴家大宅。现在，请允许我介绍2位竞拍嘉宾，一位是玲珑织染厂的老板江瑜先生，另外一位是荣达织染厂的总经理周少天先生。我们的竞拍规则非常简单，就是竞拍双方轮流出价，一直到一方停止出价为止，价高者便可以成为吴家大宅的新主人。这次竞拍会现钱交易，当场签约，公平公开。现在我宣布竞拍会正式开始。吴家大宅底价
20万。这个价格是由江先生提出的。20万大洋一次，20万大洋2次。周先生出价22万，22万一次，22万2次，25万。刚才周先生出价20万大洋，现在江先生报出了新的价格，25万大洋，现在是25万大洋，25万大洋一次。你猜你的少天哥到底愿意为你花多少钱啊？刚才是江先生报出的最新价格，25万大洋。少天哥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啊？一会儿你可以自己问他呀。25万大洋2次。江先生出到了25万，现在要看看周先生要不要出价。周先生出价26万，26万，30万，26万大洋一次。江先生又报价了，江先生将价格标到了30万大洋，30万大洋一次，30万大洋2次。好，周先生给出了新的价格，31万大洋，31万大洋一次，31万大洋2次，35万。江先生的最新价格是35万，35万一次。你为什么要把价钱抬这么高啊？放心吧，我出的价格绝对在周少天能承受的范围之内。最后的价格，他不会就这样收手的。35万一次。那万一少天哥不加价了呢？你还是关心一下周先生还得犹豫。他到底从哪儿得到那么大一笔钱了？35万2次。请问周先生还要不要加价了？40万。40万，周先生出价40万。对于一个宅子来说，已经是接近天价了。我们看看价格能不能突破40万的极限。40万大洋，40万大洋一次，40万大洋2次，8万，48万。江先生出到了48万，吴家大宅从20万拍到了48万，这算是个天价。不知道这个价格是否会被刷新呢？50万，50万！吴家大宅竟然拍出了50万大洋的天价，看来周先生对吴家大宅是势在必得。在场的各位都有幸成为了这场传奇一刻的见证人。我想请问江先生，你是否还要加价？是否还要为这段新的传奇续上新的一笔呢？下面我宣布，江先生放弃竞拍。还请各位留步，一起见证签约的一刻。让我们再一次恭喜周少天先生。周先生，恭喜恭喜！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房屋的所有人。你们一手交钱，一手签合同。签完合同之后，你就是吴家大宅的新主人了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想借此机会宣布一件事情。我要把这个吴家大宅送给在座的一个人。送给谁啊？吴彩虹小姐。大家都听着，这个宅子本来就是吴家的，从今以后物归其主，会继续姓吴。借此机会，我还要对他说，我周少天从今以后一定会用尽全力守护他。彩虹，吴家的大宅，我重新帮你拿回来了。你怎么会有这么大一笔钱？
我是荣达公司的总经理。荣达公司的总经理那么多月薪呢，别想骗我们。你的合约还在他身上。我有荣达公司的30%分红。刚开业就分红？我向钱庄借的钱，等分红的时候再还。哪家钱庄？富贵钱庄。这些钱庄都证明你没借过钱，为什么要骗我们？是我爹看错人了，我也看错人了。哎，周先生，好了，还没哭够。早点看清楚他的真面目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免得自己越陷越深。也许那笔钱是少天哥滚钱庄之外的人借的。不要自己骗自己了。如果他能问人家借那么多钱买房子，那你们之前会被逼得要离开湖州。少爷，周少天来了，说有急事要见彩虹姑娘。有什么好见的？听他编故事啊！让他走。是。也许我该听一下少天哥的解释。你把所有事情好好连起来，再想一想。之前你去玲珑查账本，结果账本被烧了，除了你自己，还有谁提前知道这件事情？好，你说是我烧的，可如果我真的要烧，我会等到那一天吗？还有，你去老蔡家，结果绕错路了。你到的时候，老蔡的老婆已经离开了。除了你自己，你是不是也告诉过周少天？那个车夫和少天哥是认识的。是周少天故意让那个车夫带你绕路的？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富生开业的时候，我见过那个车夫，才知道他和少天哥是从小到大的朋友。后来少天哥开了富生，才叫他去帮忙的。至于他带我走错路这件事，少天哥他不知道。这种鬼话你也相信啊？你再想想，我带你去找老蔡的情妇，结果他也被杀了。除了你，是不是还有周少天知道？师傅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一个银元都没有是吧？不去不去，半个银元，我去。现在已经到绍兴了，蔡家庄可能就在前面吧。我要去的是萧山，不是绍兴。你这一拐拐的太大了吧？小红，昨天晚上你怎么会跟江瑜在一起？吴小姐，怎么是你？彩虹，少天哥，他，你们认识？周先生，您还是请回吧。彩虹姑娘她不想见您。你告诉我，是彩虹不愿意见我，还是江瑜不让她见我？周先生，您就别难为我们做下人了。我只是传个话，您还是请回吧。啊。这是你妹妹托我给你的，谢谢啊。
你帮我看下火，等汤好了帮夫人端过去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有点急事，得去跟少爷请个假。哦。什么事那么急？有人捎信来，说我姨娘病了，我想跟你请天假回去看一下。要紧吗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，陪你回去一趟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。那如果要去医院或者要抓药，你有钱吗？哦。彩虹，怎么是你？我姨娘还有彩云呢。我已经把你姨娘和彩云接进原来的吴家大宅了。可是彩云写信跟我说我姨娘病了，她怎么了？她没事，是我想你了，所以请她帮忙。你骗我！我去告诉她。彩虹，这种来路不明的钱我是你别走，不要的。你听我解释。放开我！我不想听你解释。我想听听你怎么解释你那笔钱的来路。怎么哪里都有你？你是吴彩虹的什么人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？少天哥，我问你，买吴家大宅的那笔钱，到底是不是玲珑的？想清楚再解释啊！一个谎言说出来之后，就需要用1000个谎言去弥补的。那笔钱，我是向陆曼借的。陆曼借给你的，50万大洋啊！陆曼凭什么借给你啊？借我钱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陆曼有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，要完成这个事情很危险，有可能会搭上自己的性命。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。有什么事情要你去冒生命危险啊？现在还不清楚，好像和卢督军有点关系，应该是军事秘密吧。彩虹，除了这条命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我再失去你，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能用我的这条命换回你以前温暖的家，我觉得很值得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啊？喂，你醒醒啊！这你也能相信？我已经跟陆曼签了生死契约。你的生死契约是不是跟你荣达总经理的合约一样，随手一拿就可以拿出1000张、10000张出来啊？我的命只有一条，但是为了彩虹，我什么都可以付出。我不要那个宅子，我要你把宅子卖了，把钱还给陆曼。已经来不及了。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们走。彩虹，相信我。少天哥，我希望你和我的家人都平平安安的。还有，你不要再对我说谎。我没有对你说谎。那个宅子无论对你来说重要还是不重要，都是我的一品心意。而且吴家大宅本来就属于你。周少天，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？
他刚刚说的话，你相信吗？我不知道，只是我真的不需要他花那么多钱把吴家的大宅子买回来。我只希望有一颗待我真诚的心，一份坦诚的感情。周少天刚刚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。不过真相不会太远的，我倒想看看他到底还能撑多久。吴彩虹，哦，没事吧？我看看。啊，我没事儿，我自己来。别收拾了，来，快，来。还疼吗？啊？疼吗？我没关系的。你又在想周少天的事啊？你不知道，少天哥他在我心里的位置。我记得我爹在世的时候，家里高朋满座，我爹也经常会夸少天哥。可他在我心里，始终是一个好朋友、好哥哥。直到我爹去世以后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假装不认识我们，也不理我们，唯独只有少天哥，不但不嫌弃我们，还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帮助我们家。那个时候，我真的很无助。那段日子，如果不是少天哥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熬过来。如果说少天哥是拿了玲珑的钱杀害我爹的人，那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该相信谁了。有些时候是要面对现实的。哦，对了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你有没有见过周少天有一支派克钢笔？少天哥怎么可能会有派克钢笔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。干嘛一个人站在这儿啊？想偷懒不干活啊？是我错怪少天哥了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陆曼借给他钱，是要他送军需部给护军。可是，如果要送货，就必须要穿过江浙的封锁线，会非常的危险。如果少天哥出了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一辈子都会受到谴责的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错怪他，他一直是全心全意的对我的。
说你一整晚都没有吃东西，来，赶紧吃点吧。谢谢你，我没什么胃口。你知不知道这样糟蹋你自己，就是在给我们家添麻烦？他对你就那么重要吗？吴彩虹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现在，少天哥他一定没有东西吃，饿着肚子，还有可能会受伤。你为什么要把所有事情都往最坏的方向想？那天，少天哥给我放孔明灯，为什么我就不肯听他解释一句呢？那天，他在那儿等了我1个晚上，他当时的心情会不会和现在的我一样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你是我江鱼的丫鬟，我现在命令你给我吃好睡好，好好给我们家干活。少天哥，少天哥，少天哥，陆小姐。好了，看你还活着呀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不耽误你们2个人相聚的兴致了。少天哥，你的手怎么了啊？严不严重啊？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一声不响的去了前线，还不告诉我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每天都在担心你，很怕你受伤，担心你吃不好穿不暖，你还笑。你瞧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彩虹，皮外伤，真的没事。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哎，我问你，你还怪我吗？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怀疑少天哥。我想向你道歉，要你原谅我。我根本没有怪你，我能平安的回来，还能再见到你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那你答应我，你答应我，以后再也不能做这种傻事。有没有吴家大宅根本就不重要，我只想你平平安安的。我已经失去我爹了，不想再失去你。我答应你，永远不离开你。你也答应我好吗？相信我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我答应你。哎，刚刚大夫跟我说了，其实我早就可以出院了。你送我回家吧。你真的可以出院了吗？当然了，你想啊，我娘这么长时间都没见我，她想我一定想疯了。而且她要看你送我回家，她一定特别开心。我回来了。少天回来了，吴小姐也来了。少天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大事。那怎么受伤了？我这不是好端端回来了吗？不用大惊小怪。
不是，你出趟差怎么就能受伤呢？是跟人打架了？我帮公司运了趟军需布匹，过了趟封锁线，不小心擦伤了一下。哎呀，你疯了！你是要钱不要命了？这么危险的事儿你也做啊？伯母，你别责怪少天哥了，他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。不过少天哥答应我了，他说以后再也不会离开我们，也保证以后不会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。我已经向彩虹保证过了，以后不会再做这种危险的事情。不过我这一次可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你早日能有个儿媳妇，早点抱上孙子。真的？光我一个人说了不算，还得彩虹点头。吴小姐，那你是点头还是不点头啊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总算盼到这一天了。在家里吃饭，我去准备准备。先进屋吧。不用送我了，你身上还有伤，在家好好休息吧。你瞧，手上的伤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我送你回家吧。少天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有时间我会再来的。好，路上小心。少天啊，看得出来吴小姐是个好姑娘。世上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，你要好好珍惜呀。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周少天回来了。他真的去了前线运送军需布匹了。他为了帮我买回吴家大宅，差一点连命都没了。是我错怪少天哥。看来他的计划真的成功了。你不许这么说，少天哥。还有，别管我的事情。我不希望任何人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只想找出事情的真相。我发过誓，我不会再怀疑少天哥，我会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。都说让你别管他的事儿了，怎么样？好心没好报吧？你不许这么说，少天哥。还有，你别管我的事情。我不希望任何人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哥，哥，想什么呢？想得这么入神。怎么了？给你的。好像是从国外发过来的一封电报。周少天先生，您于1923年4月在我公司购买的派克金币属于奢侈品，该商品享受终身保修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
您可将商品寄回，我们会妥善为您处理。哥，这封电报好像是发给周少天的，可是上面的姓名和地址，为什么留的都是你的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少天哥，今天的活我已经完成了，而且好，已经……我陪你去看他。虽然我是你家的丫鬟，可是我跟少天哥的事情，你能不能不参与？我等你看完这个之后，你还会不会那么相信你的少天哥？可是我不会看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会相信少天哥。他有一支美国的派克笔，就在你爹去世之前。你自己看。这事好办，交给我了。我一定在你爹寿诞之前，给你订上一支一模一样的派克金笔。不可能，少天哥不会这么做的。我要找他问清楚。来了来了，吴小姐，伯母，江少爷，伯母，你们怎么一起来了？少天哥在不在？啊，先进来再说吧。来，是这样的，我有很要紧的事情想问一下少天哥。啊，少天出去了，你知道，他养伤养了半个月，要不是你经常来看他，他早就撑着上班去了。今天早上玛丽回来报信儿，说是出城谈生意，今天不回来了。伯母，我只是想知道少天哥有没有一支派克钢笔啊？派克钢笔？对，跟这一支应该是同一款。哦，好像，对，我看到过少天拿过一支这样的钢笔出门，很小心的，说是国外订购回来的。大概什么时候的事？是，是吴老爷出事的那一天。本来我年纪大了，这种事儿也记不住，可是正好那天是吴老爷出事的日子，所以就记住了。怎么会？少天哥怎么会有一模一样的钢笔？我要去问清楚。哎，吴小姐，江少爷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是少天怎么了？伯母，这件事情，你最好先去问问他。15岁那年，我娘中风瘫痪，卧病在床，因此脾气也渐渐不好起来。我每天很细心地照顾她，生怕哪一句话、哪一件事情
惹他生气。我不管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的，可他还是怕连累我，离开了我。我好不容易才接受了我娘过世的消息，现在我又要面对我爹去世的消息。我不知道是谁害死了我爹。那段时间，少天哥每天都陪着我，安慰我。我以为这辈子我都可以依靠他，可现在，我居然怀疑少天哥是杀死我爹的凶手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有些事情我说出来可能很残酷，但是我觉得你必须要知道，而且你也应该认真的好好想想。你真的觉得周少天的命值那么多钱吗？就真的值得陆曼付出那么高的代价，去让周少天去完成一个任务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但是如果他那笔钱是侵吞玲珑的钱，那么谋财害命就变得顺理成章，所有事情就变得……你太残忍了！为什么要我相信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是我的杀父仇人？我不相信。我不相信。进来。是。陈所长，这是国外的派克钢笔厂发回来的电报，里面可以清楚地证明，周少天在吴宏达死之前，购买过一支派克钢笔，而且那个型号，跟我那支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份电报确实是很重要的证据，而且是案件推进的关键。师姐啊，既然有了新证据，你就安排一下警力，顺着这条线索全力侦破此案。尽早呢，给江先生和吴小姐一个交代。是。江先生，吴小姐，陈所长这边会全力侦破此案，你们呢也不用太过着急。不过呀，吴宏达这个案子过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这时间过得越久，也就意味着证据被篡改的可能性也就越大。再说，他的致命伤不是钢笔，一支钢笔的证据不足以给任何人定罪。好，吴小姐，我这么说，并不是为了推卸责任。啊，吴小姐，凭我跟江老爷的关系，我不会跟你们打什么官腔的。但你们放心，我们警方不会放过任何一条线索。如果真的是周少天干的，我们一定会将他绳之以法。行了，知道了。师姐啊，厅长，这个案子我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。如果有什么难处，随时向我汇报，我会尽最大的限度给你支持。希望你尽快能破案，给死者一个交代。是。彩虹，你放心吧，您爹在天有灵，我一定会给他一个交代的。彩虹，吴彩虹。对不起。没事吧？我想请个假，我想回一趟以前的吴家。少天哥虽然现在买下了以前吴家的宅子，可是我想在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，让彩云和姨娘搬出来住。我陪你回去吧。老爷啊，你死的真是冤啊！周少天，你真是忘恩负义！老爷一手提拔你，也没有嫌你穷，把彩虹许配给你，你
居然下此毒手，还骗了彩虹的感情，我们孤儿寡母的，这以后可怎么办呀？姨娘，你别哭了，现在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说周少天就是凶手啊。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我看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。我跟彩云去收拾东西。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，姨娘。这是吴家的宅子，我嫁给老爷就搬进来了。我已经被赶走过一次，现在又要我走，我不搬。如果凶手真的是周少天，那这买房子的钱也沾了爹的喜，姨娘也要住下去吗？这不是你爹的钱吗？这宅子就是吴家的，我要守住这里，我要帮老爷守着，我死都不搬，我要住到死为止，我不搬。彩云，你怎么想啊？娘不搬，我也不搬，我已经没有爹了，我要跟娘在一起。对，彩云跟着我。我们不搬，我们住到死为止。他们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也是很正常的。连我都很难接受，很难相信这个结果，更何况我姨娘他们。等过2天周少天回来了，所有事情就真相大白了。可是我们3个已经经历过一次无家可归，如果这一次再让彩云还有我姨娘搬出去，我姨娘一定接受不了。这你不用担心，这座宅子我可以出面把它买下来。买宅子的钱从你的工钱里面扣。小姐，玛丽回来了。陆小姐，怎么，见到周少天了？他说什么？我哥说谢谢陆小姐给他送消息，他暂时住在长兴，先不回火州城了，求陆小姐帮人帮到底，再帮我哥一个忙吧。哼，他又有什么难事要找我帮忙啊？我哥说陆小姐神通广大，求您尽快帮他弄一支跟江云手里一模一样的派克钢笔，要不然我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只能亡命天涯了。你可千万别给我戴高帽子，我陆曼哪有那么神通广大？18K 的派克钢笔，那可是稀罕玩意儿，何况还要让我给他找一支一模一样的。求陆小姐一定帮我哥这个忙，我哥是被冤枉的，不能让他背上杀人的罪名。我用我脑袋担保，他真的没有杀吴宏达。你哥冤不冤枉，这可是警察说了算，我说了又不算。求陆小姐了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先回去等着吧。我要是有什么消息了，会让来叔通知你。谢谢陆小姐，谢谢。来叔，我记得卢督军好像有一个心腹黄参事，特别喜欢收集一些名贵的钢笔。你帮我去找找他，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这不是什么金贵的物件，
但却是用我亲手织染的丝编织的手链，而且它和你很相称，和你一样的名字，像是一条小小的彩虹。彩虹，我们在一起吧，让我来照顾你。大清早的，你不认真干活，发什么呆呢你？喂，我只是轻轻撞了你一下，就赖在地上不起来，别装了你。菲菲，你在干嘛？他在偷懒啊，我就说了他几句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哥，你去哪儿啊？下午还有笔很重要的生意要谈呢。那笔生意我已经谈好了，你帮我接待一下何老板就行了。哎，哎，你抢我水桶干嘛呀？我还要去给顾婆婆送水呢。水呢？拽我！放手！江宁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慢点，小心！小心！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？船夫，我要租你的船，多少钱？1个铜板。这个给你。哟。但我只要你的船，你可以休息了。哎，行，哎，请，哎，您请。上来。你会划船吗？我可不想掉水里面。我让你上来你就上来，别那么多废话。别害怕，我也曾经试过为了养活一家3口，做摆渡的船夫。我看你最近自从知道周少天的事情之后，一直都很不开心。我爹死了，很有可能是他最信任的人把他害死的。我怎么可能高兴得起来啊？我明白。你不会明白的。那种被至亲伤害至亲的痛，你不会明白。哎，对了，你说你以前靠划船来养活一家3口，
不过我看江夫人行为举止得体大方，怎么也像是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人。你怎么可能自己去打工，去当船夫呢？我们江家在清朝时出过6个翰林，我爹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，他曾是首屈一指的富商，但后来被人陷害，别人冤枉他私藏鸦片，结果我爹莫名的死了。官府给我们的理由竟然是说我爹畏罪自杀。你家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怪不得江夫人总是一脸忧郁，而你对人的态度又总是冷冰冰的。我爹出事之后，工厂被抽工，宅子也被族人霸占，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家破人亡。我娘受不了刺激，想要上吊自尽，幸亏我及时发现，把她救了下来。娘！那段日子我们非常艰难，为了养家糊口，只要是我能做的工作，我都会去做。而做船夫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其中的一份工作。真没想到，你还有这样的经历。那段日子真的很难熬，但一直支撑我坚持下去，就是复仇这2个字。我不能让我爹这样无缘无故的含冤死去，我一定要狠狠的惩罚那些坏人。那你找没找到杀害你爹的人啊？你去找他复仇了吗？我还没有来得及报仇，那个坏人已经死了。那也太便宜那个坏蛋了吧！我本来也是这样想，但后来我发现，也许老天爷有另外一个安排。什么安排啊？也许仇恨不应该终结在仇恨，就好像这样肮脏的淤泥，也能长出这么洁净的花朵一样。先让自己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。你能忘记自己的杀父仇人吗？不过谢谢你带我来这么美的地方，看到了这么美好的东西。我确实忘记了很多不开心的事。吁！你留在这里守着，别让那小子跑了。我去告诉陈所长。好，你快去快回，我在这里守着。少天，少天，你可回来了！你回来就好了。你老板来过了，啊，就是陆小姐。说你牵涉进了吴宏达的命案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杀人了？你就那么希望你儿子杀人吗？着急给你儿子定罪？不是，我这不是在问你吗？你告诉我呀，你是不是因为你爹当年
子。说到底，我们是穷人，没有钱。我会在心里记一辈子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讨厌杀人，所以我没有杀彩虹的爹。如果你不信，我以我爹的名义起誓，我要杀了人，他在九泉之下也得不到安宁。少爷，周少天已经回家了。哎，哥，周少天回来了，跟我走吧。周先生，我们这一次来是想请你协助我们调查吴宏达的案子。吴老板的案子有进展了吗？这里说话不太方便，我们还是进去说。陈所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。少天哥，彩虹，你今天气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你告诉我，我爹死前，你买没买过一支派克钢笔？和江鱼那支一模一样的。你为什么会突然这么问？你告诉我，有没有买过？你们今天一起来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好吧，我的确买过一支一模一样的钢笔。是你杀了我爹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是被逼的，被你逼的。我没有。就是这支笔。少天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彩虹，之前你说过想买一支这样的钢笔送给你爹作为生日礼物，后来因为跟别人发生了争执，没有买到。我想让你开心，就订了一支同样的钢笔。可是，你之前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这支钢笔是我从国外的厂家直接订购的，花了不少时间。还没等我把它拿给你，你爹就出了意外。我因为怕你再受刺激，让你伤心，就没再把这个生日礼物拿出来。后来我知道吴老爷的验尸报告上说，他的尸体上有钢笔伤，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这支钢笔我就再没有拿出来过。彩虹，如果他是杀害你爹的凶器，那我为什么还要把他留在家里？
你瞧，如果这支钢笔伤过人，他的笔尖绝对不会是这样。陈所长，你是行家，你看一下，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，你也可以拿回去化验。这笔呢，我是得拿回去做化验，不过表面上看来是新笔，应该没有伤过人。陈所长，彩虹，我刚去城外谈了个生意，这才回家。你瞧，衣服都没换，就听说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知道，你跟我说过你会相信，我不怪你，我相信，这次你一定是听了别人的挑唆。香雨，我不希望你再骗取彩虹的信任，破坏我跟她的感情，好吗？也许少天哥真的是无辜的，他对我们那么好，怎么可能杀死我爹？我知道你现在内心肯定十分矛盾，但是当你排除所有可能性之后，剩下的那个就一定是答案。我现在反而很想知道，到底是谁通风报信，让他有时间做好了准备。现在你不也只是猜测吗？也许是你想多了。撒过一次，就需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弥补。只可惜，这样做根本就于事无补。你不用再跟我说这些了，我不想听。我今天来是要带彩虹走，多少钱都可以，双倍不行，3倍，3倍不行，5倍，绝不还价。他突然间拿那么多钱来赎你，你不觉得奇怪？我是荣达公司的总经理，荣达公司的总经理那么多月薪啊！我有荣达公司的3成分红。刚开业就有分红？我向钱庄借的钱，分红的时候再还。陆小姐，听说周先生今天当着吴彩虹、江瑜，还有一大波警察的面，演了一出特别精彩的戏。那还不是多亏了陆小姐，如果没有你的道具，我也不会化险为夷。哎呦，我哪有那么厉害？